补钙选进口，当然是迪巧。本节目由进口钙领先品牌迪巧独家冠名播出。每周2、周3 12点是女儿是妈妈正片双更，会员抢先看；周4 12点尊享加更版。走吧，各位，请走。丹丹，你穿白裙子好漂亮。你今天也好看，你今天怎么？我们俩现在是 couple， 你是像少女。你们几个妈妈，说实话啊，内心啊都挺少女。坐这儿要扒着我吗？行，你们姐俩挨着行。那谁，那个灶堂的那个晶晶，她的助理养的小狗，你看多可爱，多好玩。她天天带在她那房车里，天我得天跟你坦白一件事，在剧场啊，你们养的？我的狗。不许往家给我带啊，咱家养不了了。你看，马上变脸，我逗你玩呢，没有晶晶的狗。哎呀，吓死我了！妈，这小心脏啊！你能不能别这么吓唬我？2只猫我已经不行了。那猫好养，猫起码不用遛。我妈特别崩溃，要每天帮我遛狗，因为我的2只小狗。什么狗啊？一只捡的，然后一只是那个《向往生活》里节目里给的那个朴，那只小精神病。天呀，我知道那个朴确实眼里只有吃的。他就是凡事都着急，吃东西必须要着急，什么都着急。你别吃别人的，你别吃别人。哎呀，你看你。但是那个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俩应该也挺……其实后来熟了，然后再加上他长大了，他就稳定了。现在乖了哈，也该拆家。那是拆家挑衅我，抬腿就看着我尿。我真的天生的反骨。糖糖，哎，你知道到哪去吗？这是。老师，咱们去哪儿啊？咱们现在，师傅，去哪儿啊？咱们现在。那你们中到哪算哪？那你想给我们拉到哪去呀？你们目标？是的。走了，朋友们。哇，这真舒服啊！啊，是舒服。好久不见，你想我们了吗？想，耶！今天我们是要来发誓的吗 ？Yes or no？ 哇，没有。今天我们这个叫做“爱的选择”，是一个实验。因为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的不同呢，我们2代人，女儿和妈妈，在爱情观和婚姻观上也会有巨大的差异。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爱的选择，直面爱情观、婚姻观上面的差异，然后尽量的去理解差异，拥抱这个差异。那接下来呢，大家走上花路的时候呢，我会在旁边给大家说一些关于爱一些观点。如果你认同的呢，你就选 yes； 如果不认同，你就选 no。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第一组要实验的人呢是陶欣然姐姐和陶老师。为什么？其他的人可以先去休息。看看他俩怎么选的。那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选项啊，会因为孩子而选择维持与伴侣的亲密关系吗？亲密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不离婚呗。啊？妈妈选择的是 yes， 女儿选择的是 no。那我肯定 no 的。妈妈为什么选择了 yes？ 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爸爸真的连环暴击。是的。我是真的爱他，真的特别爱他，长得特别帅，原来是一个花瓶。我就是这么过来的。那欣然姐是坚定的选择 no。我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一段夫妻关系它其实过得很不同频，然后很痛苦的话，反而不如给孩子一些更正面的一些影响。夫妻之间你很难演的，孩子很聪明，他都能感受得到。非常认同。好的，第二个提问哈，爱情一定要势均力敌吗？
我觉得是不一定的，那没有不一定这个答案。一样强就过不到一起了。也不是。我觉得彼此之间一定要保持一个相对同频的进步。其实我会觉得说，回到家里来，彼此都是能跟对方能够说点什么，而不是说停滞不前的人看到的世界，因为维度不一样了嘛。这个其实还是蛮痛苦的，所以我说的这个势均力敌，一定是精神层面的这种保持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哎，刚刚你妈妈跳选项了，妈妈说的是，陶老师一开始选的 yes， 后来她溜到了 no。我认为，别忘了家需要包容。我觉得这个包容，其他我就不说了，是吗？陶老师可以说的，陶老师，是吧？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又有道理又好笑，请你告诉大家。比如说，当两方这个力量不能平等的情况下，还是多点理解和多点包容，这样才能够长治久安。至少是，因为我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就选出了 no。昨天那可是因为别人不给他做一顿饭不包容，今儿说要包容，他太拧巴了，他才是拧巴。带出去的话，我真的是有那种自豪的感觉，但是放家里的话，我累呀，什么都不管，都不做。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非常的敏感了。是否后悔走入婚姻？是 yes， 否 no。都不后悔。问为什么不后悔？展开来讲讲老公有多好。陶老师说，因为我喜欢花瓶。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其实就是不断的试错的，不要怕。婚姻其实是有苦有甜的，敢于冒险，敢于去尝试。哇，陶老师真是会说话。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结婚以后可以接受 AA 制？哇，好同频哎，可以接受。我接受 AA 制。我也可以，可是我也是希望我结婚，你老公的钱都给你。对，咱俩一个想法。下一个问题啊，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我觉得啊，一个孩子上学年龄一错过，他是不是长大以后就不可能再去读书了，是吧？这一点我好像也是认同的，但是我可能是站在婚恋的角度，我是很坚定的走到这里，我不这么认为。他就是没有遇到喜欢的那个人，你为什么要让他一定要在30岁之前我就要结婚，然后我就一定要去生孩子？我觉得我当妈妈的时候，我是真的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生理准备和经济准备，我才全部停下来，准备当妈妈的。不然其实我们很难去迎接那一堆无措，对，就真的是无措了那种。对。好的，我们下一个问题，接受另一半是全职爸爸。哎，非常同频哈。当我们听到女强男弱、男强女弱的时候，我也想反问一个。这个强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家庭里面不是说收入高的那个人他就强，而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承担的责任更多的那个人，他才是强的。就算是一个全职爸爸，我觉得他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因为能够把家照顾好，能够把家里这一摊事情解决是非常非常难的。好，这个是分别问妈妈和女儿的。你希望成为你妈妈在亲密关系中的样子吗？不希望，妈妈肯定也不希望。对。你认为女儿希望成为你在亲密关系中的样子吗？不，你做你自己，别做我。其实那些极力不希望成为妈妈的那个样子的女儿，最后可能都成为妈妈的样子了。
以后的人生当中，无论对方做出任何选择，你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他吗？啊？哎呀，你们的深度交流卓有成效呀！我进步了。我认为我的纠错能力还是可以的。人的学习不是某个阶段的，应该是一生中都需要去学习。现在的生活还是，虽然我自己不那么做，但是孩子们他们这么做，我不反对，尊重孩子的选择。我觉得我和妈妈在婚恋观上，现在可能稍微能够同频一点，在过往可能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吧。我觉得跟妈妈的婚恋观逐步的趋同，背后的原因是这3、4年深度交流的时间比较多，她真的是切切实实看到了原来我是一个怎样的我，然后她对我表示理解，就是我们在一起再也不像以前的剑拔弩张。最后一个问题，将来不论对方做什么选择，你都会无条件支持他吗？当然啦，听到了吗？听到了，你想要什么决定？一会儿就有了。为什么？哎，你们俩的衣服感觉是专门搭配的。搭配的，终于8套里面挑出来1套能搭得上的了。好的，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才走得长远。我觉得婚姻是2个家庭的事情，所以一定要门当。我觉得不一定。你是选哪个了 ？Yes，往这边靠，妈站这个绳这儿。啊，我以为是 yes 在这儿 ，no 在那边呢。我理解这么差吗？理解能力是有点了，没关系，不重要。是，所以妈妈是认为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才走得长远。应该大部分是这样，但是不绝对啊。其实我觉得门当户对这一点是一回事儿，更多的还是个人能力。你的家庭是什么样，你自己没有办法选择，但是你个人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非常有能力的人，我觉得日子也是2个人过的，我觉得就可以。对，但精神上的话，还是精神上是要，那我站中间，我中立，对吧？可以，2个都站上了。对，第2个哈，好，结婚不一定要举办婚礼，不一定要举办婚礼。小唐是觉得无所谓。因为如果真的结婚的话，那一天下来我觉得非常繁琐，然后也很麻烦，所以我觉得有没有真的不重要，必须要有婚礼啊。那如果他不办呢？他不办我也没办法了，这个得尊重他，但是我会劝他。他要能理解父母的心理的话、心情的话，他就会办。把你架这儿了，道德绑架我，那我万一结3次婚咋办呢？3次婚那就再说吧，先把第1次先好好结了再说，行吗？你不气我，难道说你不舒服吗？我们就事论事嘛，对不对？好。他们2个像说相声一样的那种，好好玩的。他们从头到尾都是2个不一样的。真的吗？就一个 yes 一个 no。女性可以主动大胆追求男生 ，no， 女孩子还是矜持一点好吧？哎呦，现在小女孩都巨主动，啥矜持啊？接受另一半是全职爸爸。我的另一半他不应该在家带孩子，他应该在外面闯天下，像一个老豹子一样把我们全家人护在他的。老豹子可还行。我觉得如果我来管这个家会乱七八糟。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都坚持认为没有必要。对，好，父母的婚姻会直接影响孩子婚姻观的建立。Yes。那你觉得父母的婚姻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你看就傻呗，相信爱情，相信什么呀？我天哪！所以你是从小看着爱情长大的。对。我们第7个哈，你希望成为你妈妈在亲密关系中的样子。
我妈很幸福，是因为她的婚姻幸福，爸爸对她好。我觉得她很依赖我爸爸。就昨天她说着说着不是掉眼泪了吗？其实她想我爸爸了，只有我知道她想他了。别说这个。但是如果说我的婚姻没有这么幸福，我却这么依赖我的另一半，我会受伤的，我会变得没有自己。我觉得我会越来越痛苦。我是挺想让他能像我这个婚姻，就是还算比较幸福吧哈。但是个人的性格不同，个人的想法不同，他不应该是像我这个样子生活。他虽然最年轻，但他其实很多想法是很保守的，很保守的。好的，进入最后一个哈，以后的人生中，无论对方做出任何选择，你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他吗？我一定是无条件呀。我跟赵小棠的性格，我俩完全不同。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是年代不同。现在的女性都很独立呀，赵小棠现在就很独立，自己有自己的选择。你的手好凉啊，妈妈。哎呀，冻死我了，冻死我了。好，那我们下一组是洛丹姐家庭。来，加油！所谓的大龄单身，要适当降低择偶标准。当然不能啦，宁缺毋滥。对，宁缺毋滥，不管什么龄都不应该。现在你们都这么独立，没谁都能活。是的，不认同。我想，不管多大，他要有坚持选择对的人。好，恋爱的目的是结婚。哇，不要为了结婚而恋爱，也不要为了恋爱而结婚。有幸福有爱才结婚。女性越有钱和越有地位，男性选择的成本会更高。我感觉没什么。哇，你们俩好同步啊！但是你之前还跟我说门当户对呀。对，门当户对这个是过去。对啊，但是我是巧遇门当户对，有可能是，所以一见钟情。完了就这样。我们下一个问题啊，爱情是直觉，不能理性分析。那我就是应该是直觉，不分析就成不了了呀。对，什么样的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你想结就结。对，到了生孩子年龄就该生孩子，即便你没有另外一半也生，没必要。对，坚持自我啊。接受另一半是全职爸爸，我不接受。可能现在有点不太能，因为我相信我喜欢的人，他一定在做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是有闪光点的。但如果他完全裹挟在这个家庭里，完全只顾着孩子，我相信闪光点和我喜欢的东西会慢慢的会被削弱。无论是男性和女性，没有人天生是为了家庭而生的，天生为了孩子而生的。我是经历过的，我想男人一定有自己的事业。如果这个家不是同时进步，那么这个生活会有摩擦。你希望成为你妈妈在亲密关系中的样子？哇，你们俩有点高度一致了，非常的惊人。太可怕了！我怎么变成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真的太可怕了！我不。好，无论以后对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他吗？喂，终于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不一样了。我觉得还是分事情吧，跟健康无关的事情，我都尊重他的选择，但在很多健康问题上，他还应该听我的。他连给我看病都是百度，我怎么能相信他自己给自己看病？不管他做了什么选择，我都要支持他。是吗？妈，我现在不录了。回去吧，回去吧。妈妈，你都不再拉我一下吗？妈，我现在架在这儿了。妈，你快拉我一下，快！不拉，我太了解你了。快拉我一下，快！哎呦，不好回来了，是不是？架在这儿了，哎呀，妈，我不录了，我不录了，不录了，我不录了，不录了。回来吧，啊，别演了，看。我了个天！因为我不知道题，所以题问出来的时候，我大概觉得应该我们会是一样的。如果早个5年，不一定是一样的。我觉得多多少少我跟他还是传递了一些我的态度和我的想法。我觉得他多少还是有自我学习，
然后看到了一些以往他完全不相信会存在的事情。说实话，包括这次整个旅行也是，他看到了天下女儿真的都不一样哦，天下妈妈都是不一样啊。潜移默化，他也是在交流过程中，我觉得他多多少少还是有想到一些吧。那你20岁有20岁的活法，30岁有30岁的活法，那就是中国的传统吗？这不是中国的传统，这是时代会变的，这不是传统。我想，不管多大，他要有坚持选择对的人。你想结就结，对，不管他做了什么选择，我都要支持他。今天这个主题测试吧，挺有感想。我用10年的努力，跟孩子能融洽到这样，基本是100%好像都达得一样。这是我对我自己也挺安慰的。就说如果我要不学习，我跟不上他的脚步。你咋不拉着我呢？拉你也回不来，你那家呢？架在那儿了，架就架一会儿呗。不，你得学会给我台阶。我有的时候就是娇嗔一下。娇嗔。那我们下一组是欧阳家。哦 ，OK， 来了。第一个，结婚一定要孕育下一代。我自己是认同，但是如果我的小孩不要，我觉得没关系。哦，但是我是要的。嗯。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没有要孕育下一代，我就不结婚了。哦，对，这么真的吗？我就觉得2个人在一起，其实不一定要有那张纸也没关系。我也支持。好，结婚后可以接受长期异地生活，我可以。2个人的答案不一样哎。妈妈现在就长期异地恋，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因为我现在一定是谈恋爱嘛，我肯定是不会想要异地恋的。那如果说你结了婚之后，那非常有必要2个人要异地怎么办？我觉得如果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一定得短时间的分开，我觉得是可以的。可是长时间我是不行的。在一起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话，刚开始就异地恋这件事情是很不切实际的。下一个，爱情中做个恋爱脑是好事，好事吗？No， 我的理智上告诉我说不要恋爱脑，但是我做不到。女生如果是恋爱脑，不是你跟她说你不要恋爱脑，她就说 OK，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会不支持他们恋爱脑，但是其实你是恋爱脑，我是恋爱脑。女生恋爱脑没有错，只是你要知道分寸就好。我觉得我是一个知道分寸的恋爱脑，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人很不 OK 了，你还一直看他很美好的地方，可是他不 OK 的地方是那种真的很严重的，我就觉得你应该要暂停了。我觉得他美好的恋爱有美好的幻想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好吧，那我可以换答案了吗？因为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但我发现你看那个妮妮和那个娜娜，他们都特别都挺能表达的哈，就是那个家庭教育给的自信。对，那你哪儿来的自信呢？叭一顿乱说，你盲目的自信，你懂吗？好，撒娇女孩更容易在爱情中获得幸福感。Yes， 真的。对，是的。女生一定要学会撒娇。我喜欢我被需要的感觉，所以有人跟我撒娇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开心，我会很愿意去付出的。我觉得我们家3个女孩都还挺会撒娇的。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是吧？哇，你们是第一组选了 yes 的。如果在我不对的年龄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有点心虚的那种人。就是我会觉得，哎呀，我好像不能这样。长辈跟我们说的话，一定有他们的道理的人。其实听取老人言，就不会吃亏在眼前，会吃亏在以后。接受另一半是全职爸爸。接受。你认为女儿希望成为你在亲密关系中的样子？哇，我妈妈是一个付出型的妈妈，然后我爸爸是一个比较自我的爸爸，可是我并不觉得自我不对，我反而觉得是妈妈牺牲太多了。
其实我觉得我跟爸爸也是比较像的，就是很爱自己的。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很不对的事情，对吧？只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不同而已。我觉得他讲的就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是为自己活的人，我不舍得，我也不希望我的女儿变成我。他们要为自己活，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像我希望他们最爱自己。哦，妈妈已经立志要改变了，要第一个先爱自己。那接下来就是妮妮把妈妈再养一遍了。我会努力。好，以后的人生中，无论对方做出什么选择，你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他吗？当然。我觉得我要这样。啊？为什么？因为我当然支持我妈妈做的每一个选择，可是我希望她的每一个选择里面包含她自己。哦。妈妈其实她这一辈子真的是从生了我之后，就是为我而活，为我们全家而活。可是我希望她在未来的几年可以活。等一下，太感人了。我觉得其实也是最近一直在跟我妈的这么的密集的相处，我对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了解过程。我说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距离感和边界感，哪怕在跟她，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敞开多一点，我妈就一定会侵入。对，这么了解我，就是她自己是无意识，但是我跟她相处，慢慢我也发现了一点，就是我如何跟她相处，我像男朋友一样。逗他，哄他，实际上这好像是我们家从小的传统。我爸就是这样的，就这样对他的。我爸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在一个水里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故意整蛊。哇，这么有乐趣吗？我爸是，他很幽默的，所以我说我是个恋爱脑。他很开心，我是恋爱脑。哦，既然都说到恋爱脑了，陶老师说说你对恋爱脑的理解吧。什么意思？我妈在问我。恋爱脑是什么意思？恋爱脑就是当时在那一个瞬间看到这个男生非常的喜欢，然后一股脑就扎进去了，就投入进去了，就叫恋爱脑。我真的不懂，真的不懂。我说当我累了，或者有东西挑不动了，或者有忙不过来了，我就把老公喊到跟前，我看一看你，我就来劲了。天哪！啊，那是恋爱发电了。恋爱脑不一定是恋爱的时候，对，是可能结婚后你可能就是一心就觉得啊，老公好帅。可能是婚姻脑，就是当然也有恋爱，但是因为其实好像还不太知道这个恋爱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人，然后就结婚了，然后就这么一辈子。丹丹，我跟你说，我不赞成你的想法，不是说结婚了就是结婚脑，结婚了以后一样可以是恋爱脑，因为有的人是先结婚后恋爱，结完婚以后那几年感觉越来越爱，越来越爱。哇，晶晶姐啊，晶晶就是这种人。哇哦，就是越跟他过越觉得没过够，越跟他过越觉得没过够。天哪！哎呀！先结婚后恋爱。
并且是遇到了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人，所以就是一辈子。也不错哎，先婚后爱，对不对？对对对。小唐，我根本觉得是你爸爸是恋爱脑，不是你妈。拿得稳稳的，晶晶姐，脸都红了啊！不是，这个可以红啊，可以红。我现在觉得大家有点泛化恋爱脑了。对，就是有人家全情投入一点恋爱，就会被这种对成了一个贬义词了。而且这种只会让社会上的人对待恋爱越来越不认真。就是我觉得爱这个事情是伟大的，但是现在大家却把爱这个事情变得廉价化。对对对。而且我个人觉得爱情本就应该是严肃认真的。对的。我们妈妈的恋爱脑都是正向的恋爱脑，美好的恋爱脑，我觉得是必须的。就是我觉得幸运的婚姻可以以爱情为基石，因为爱情而开始。当我那么全情投入的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幸福、很开心的。其实爱一个人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你有那么一个，好像是有了一个快乐源泉。对。我突然想问欣然姐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属于会撒娇的人吗？不会啊，我今年的新年愿望就是学会撒娇和游泳。这两个我都特别擅长，我特别会游泳。但是你也不能娶我了呀。不是，我可以教你，我是这个意思。我接受别人这样做，如果我自己这样做，我就能不能好好说话，陶欣然？除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我都说不出口漂亮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特别理解那天陆丹说的，他就是别人稍微那什么点，不行。来帮一下我姐前两天说啊，老公你看我老公多可爱，我就。他也是由衷的啊，可是我是由衷的受不了了。你可以私下里说，为什么在群里说？你看我老公多可爱，我说啊，不了，大可不必。对。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不会撒娇的人，我是学会了的。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一直都是那种说事儿。对，没有什么拥抱，一切什么都没有。我就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我想抱我妈一下，我妈害羞的弹开。所以我其实是没有习得这个技能的，以至于我到大学的时候，我宿舍我隔壁床的女孩子跟她妈妈打电话说：“妈妈，你周末来接我好不好？”我都惊了，我说人可以这样说话，就是人不在电视里也可以这么说话吗？小鹿。就我在旁边都害羞的要死啊！我觉得怎么可以？那万一下一秒你的妈妈骂你怎么办？那你刚刚的所有撒娇岂不是变得很羞耻？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就是小时候不敢撒娇，也许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害怕那个就是父母态度的骤变，那种不安全感。讲得很好，确实是的，真的赞同。我们的小时候也就是这么来的，这么过来的，就是我们的妈妈没有教会我们这个。讲得很好。我是把你怎么教育出来的？你会不会撒娇？我感觉我稀里糊涂就过来了，也没啥感觉。就是因为刚刚桑尼姐说她是喜欢别人给她撒娇的，然后家里的3个女孩都挺会撒娇的，所以我觉得鼓励式教育很重要。就是像我们从小就是，比如说我数学很不好，我妈就会说宝贝没关系，妈妈数学也不好。可是我觉得你语文天赋比较好，她说那你可以把就是国文跟英文学好吗？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呦，那我会更想把国文跟英文给学好。我就会觉得说做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做得很好，可是我妈妈会看到好的那一面，然后说你好棒哦，再继续加油努力就会更好了。她不是说叫我一定要怎么样，这时候我就会觉得谢谢妈妈，然后我也会想要就是去更努力，表现得更好。对，真的。其实我是觉得，刚刚我们讲你讲的赞美跟拍手，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很重要。我们中国人都有那种传统谦虚的美德，对不对？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就譬如说，你妈带你出去，人家就会夸奖说：“哎呀，丹丹你长得好漂亮。”我妈说：“哪有？我跟你讲，她最懒了。她对。我妈要讲10个我的缺点。对，我后来我就是长大了之后。你知道我带我女儿出，人家就夸奖说，哎，女儿漂亮。我说真的，她真的很漂亮，而且她好善良，她好乐观，她非常笑。我一定讲10个她的优点。那我讲完之后，我的女儿就会觉得说，我很害羞。
为什么人家夸我女儿漂亮的时候，我要跟她说没有？那我就明明觉得很漂亮啊。对。那我老公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会不习惯，就是他还会跟他姐姐讲，他们2个都觉得，他们姐弟都觉得说我太夸张了。现在他们全部使劲夸，现在他们全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群组里面，哎呀，这3小只，怎么样怎么样啊，谁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变成跟我们是正向的了。那我就觉得，你希望你女儿做到的事情，你绝对不能说你做的不好，你跟她说，哎呀，我觉得你现在真的很棒，你怎么可以做的这么好？她一定会更好。是的。所以说，我就称赞桑尼妹妹是最睿智的母亲。她好会教育孩子。我觉得我妈不是在教育我，反而是她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在成长。而且她会给孩子教育孩子内心中很快乐。你们3个和你妈妈在一块儿，你的心就是永远能在一块儿。我挺渴望像你们这样的，因为你们从来不嫌弃，我们这天天没事就嫌弃。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有些时候Sam姐跟妮妮娜娜她们是一个很平等的状态，我没有强加我的想法，然后我也在很仔细的聆听女儿的感受。这其实是我觉得所有的母女，就是非常向往、渴望的一种交流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挺难的，因为教育整个各个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哎，我们今天在那个第7个问题上，妈妈好像都觉得女儿不想成为自己。她是不希望，她也没有不想，她就不单纯的不希望。那就是2代人的一个问题。我们那代的生活，环境，可能就适合我们这样。如果我们再想让孩子们经历我们那些，不想要像你这么辛苦，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辛苦，舍不得的，你希望成为你妈妈在亲密关系中的样子吗？不，你做你自己，别做我。其实我不希望女儿像我一样，我多么希望女儿能够做回她自己。她是一个有主见、有识别能力和鉴别能力的人，我相信她。我的想法就是也不想像她这样跟我这个相处模式，我希望她跟我亲密一些，就是特别想跟她在一块儿，想跟她聊天吧。我会保持着一颗很开放的心，就是我觉得婚恋这件事有就有，没有就我也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也祝福他们都有好的恋爱跟好的婚姻。相夫教子，孝敬公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我现在绝不这样。我不能让她成为我这样的妈妈，我不想让我女儿再受苦。你咋不拉着我呢？拉你也回不来，你那这样的。你的手好凉啊，妈妈。哎呀，冻死我了，冻死我了。其实通过这2天的测试也好，交流也好，我们看到了我们和母亲之间这2代女性对于婚恋观念的碰撞。我觉得遇到爱就勇敢的去爱，踏入婚姻我们就一切去直面，一切都静待花开。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去做最好的自己。大家其实社会环境是一部分影响，以及个人独特的经历也一定会长出特别不同的这种恋爱观、婚姻观来。我很庆幸的是，妈妈们就是不那么强权的希望我们去适应他们的恋爱观了。然后我们呢，也在自己的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形成了自己非常独特、非常笃定的一些观念，也与妈妈有这种非常顺畅的这种沟通，实现了这种相互间的理解。所以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节目里的所有探讨，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地理解到我们和妈妈这个人世间第一段亲密关系真正的样子。也助力于以后我们自己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能够更加顺畅、更加自洽的相处下去。哎，谢谢，好棒，说得好好，谢谢。我觉得每一组家庭都有它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妮妮和她妈妈的关系，我觉得是一种我自己会比较渴望建立的母女之间比较平等的那种关系吧。如果我的小孩不要，我觉得没关系。但是我是要的。非常勇于、敢于表达爱，正向循环的一种家庭关系。洛丹姐和她的妈妈阿五姐的话，洛丹姐成长和阿五姐变老的过程当中，
就会有那么一个点，好像是实现了母女之间权力关系的更迭那种感觉，就好像这种传统家庭，它最终实现的也不是双方关系的平等，而是这个家庭内部就是新家长的上位。跟健康无关的事情，我都尊重他的选择，但在很多健康问题上，我的建议就是他还应该听我的。它没有好或者不好，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吧。然后欣然姐和陶老师之间的关系呢，我很印象深刻的是欣然姐说了一句：“我对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先生，除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我都说不出口漂亮话。”他们是这么的感谢对方，这么的对彼此有善意的两个人。希望欣然姐开始会撒娇。将来不论对方做什么选择，你都会无条件支持他吗 ？Yes。小唐和她的妈妈，他们俩之间关系好像更像闺蜜的关系，不是那种甜甜蜜蜜的闺蜜关系。必须要有婚礼啊！那我万一结3次婚咋办呢？不气我，难道所以你不舒服吗？我们就事论事嘛，对不对？就是他们的这种互相否定，恰恰说明了他们之间是属于那种亲密关系当中最高层的亲密关系，因为普通关系绝对不敢否定对方。我今天跟他们聊天过程当中，我就会想说，哎，我好像最近太忙了，都没有给我妈妈打电话。她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一直用那些非常朴素的价值观在教育我。她也没有出过我们那个小地方，但是她觉得女孩子能飞得更高就飞得更高。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东西，都会是你生命里非常好的礼物。我们走了，走吧，妈妈，拜拜，拜拜，拜拜。北京有机会见啊！好，下次见，我这回约你们看演出啊！好，拜拜，拜拜，拜拜。补钙选进口，当然是迪巧。本节目由进口钙领先品牌迪巧独家冠名播出。母女交情深，滋养更青春。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赞助播出。爽滑好 Q 弹，灵芝无负担。本节目由喜之郎举弱果冻赞助播出。抗老选藕类，胶原砰砰长。本节目由藕类超红瓶赞助播出。妈妈，我一个人出去转一圈啊，你回来告诉我。哇哦！哇，这也太美了吧！哇！哟，你躺下啦？啊，我给你看。干啥？你在哪里能看到这么远的啊？就是咱们住的那个民宿，出来右转往上爬一点点。真漂亮。哎呀，真好。像我平时可能不在一块旅行，我可能也就不会给他看我眼前的风景。我妈看到的时候，就是从我的新媒体账号上看到的，她不是从我给她发的微信里单独看到。我觉得之后可以试着把我认为的美好的东西分享给她，即便我们不在一趟旅行。这个其实是我需要改进或者需要调整的地方。觉得今天的洱海跟我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样，就很奇怪，好像它视角更宽广一点。那这个都不好看。我们是几个人？1、2、3，九顶，送到刘峰小院。啊，好吗？9顶。都假了啊！知道。
你给的特别辣吗？我就弄得特别辣的。那你这压根儿就没想给我吃啊，这是？呀，把你忘了，对不起。我这，妈，下午啊，我带你去吃烤大娘。好的，非常好吃。因为我之前来过大理嘛，我觉得这个烤大娘是很值得，就是我带我妈妈单独去吃一趟。我也是想说，我们两个稍微独处，然后去吃点好吃的，玩点好玩的，这样我觉得更有那种母女两个人出来旅游的感觉。月儿，哦，有人吗？哦，在。好看，好看，好看吗？这边看。对。哇，我女儿。乐桃，我给你介绍2个好朋友好吗？你好。吓一跳一会儿。喂，回来吃饭了。好。哎，我回来啦。我刚刚去一个山上转了一圈，然后拿了2瓶这个梅子酒之类的吗？不是酒，酿的一种什么东西。我们假装它是酒好了。我先尝一下。尝一下。这酒挺好，这酒挺好的，爽。好酒，好酒。来来，不归不醉，来，不归不醉，不醉。哇，好辣！哇，好哎呀，酒量，有酒量吧？我也干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明天吃土鸡蛋。哦，我在当地人家里面买的，买到了土鸡蛋，这么快问熟的？那就是这个人伊人哦。哦，你们在用餐了啊？你好，送鸡蛋来了。对。哇！哎呦，太谢谢了！这个是我自己泡的青梅玫瑰酒。妈妈，我去给他，我有现金，我给他拿红包。我已经转给他了，只是看他没收，好像是。那你看着他收一下。我们本地的价格不是你说的城市的价格。那你不收的话，我真的不敢不让你走了。你们先喝嘛，你们对吧？哦不，那也要收一下。拿手机出来吧。蛋无价。好，来，你到这里来，这是我们的秘密，好不好？妈妈送了我们很多东西，对吧？阿姨给你个红包啊。好，阿姨给你叠一下，好吗？放到口袋里，好吗？给他钱，因为他不收钱，那肯定不行，拿那么多，就给红包就好了嘛，给孩子，好不好？天哪，你还带现金出门？老年人就是老年人才有现金。啊，没有，啊，对，谢谢。好的，那你们慢慢用餐。好，去吧，拜拜，拜拜。刚那个鸡蛋按我们老家的价格给他都不要，他说我给的太贵，给多了，对。这是他们这边城市的那个。对，这个是他自己养的鸡，对，那完全不一样。来，咱共同干一杯。来吧，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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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干杯。我们上去了啊，拜拜。我回房间去。恢复一下。我的毛毛，我的小毛毛。小猫，哇，好漂亮啊！嗨，我回来了，你们在哪？这里，欢迎光临。哎呀，我们回来啦！姑娘们，来，我们来我们的专属夜聊。姑娘们，下楼吧！终于到了我们年轻人的时候了哈。在哪里？就我们不带妈妈玩是吧？就这样玩是吧？对，我们自己玩。给大家带了一些宝藏零食，大家尝尝吧。喜之郎蒟蒻果冻，主打一个 Q 弹爽滑。我知道喜之郎，零脂无负担，这个多吃几个也没有关系。是啊，你喜欢什么口味的？我最喜欢这个葡萄的。其实我也是最喜欢葡萄的，但是呢，草莓还有水蜜桃的也是我很喜欢的。那各位就分一下吧。来来来。
每个都喜欢。哦，每个都喜欢。好吃。那你们吃晚餐了吗？我给大家带了那个烤大鸟，你要不要去拿一下给大家？在餐厅是吧？对，在厨房。刚刚有拍到吧？不是我扔过去的，是风吹过去的。我来了。哇！快来！这么惊讶？当然啊。我们25个人，大家至少得1人1个嘛，对不对？燕壁环牛肉，至少得50个吧。山里味五花肉是那个哈，25个，对吧？然后不够的你们就扫码，然后加菜，然后想喝什么自己点就行了。这边扫是吧？多少钱？哦，啊，这个热的，哦，这个好，好吃，好吃吗？不要动，不要动。那是毛毛虫。哇，那我更不敢，我巨恶心这些东西。毛毛虫，你不要动，它是毛，它有毛的。送给摄像老师，给他拍个特写。啊，要不把它过继给我，让她当我妹妹吧。你们是不是有去做什么扎染还是什么的？我妈给我发照片。对，我提个议，就是因为今天妈妈们不在，所以我们就玩一点那个限制级的。限制级的，就是突破妈妈的限制，但是没有突破法律啊。对，看我们这边有什么骰子。哦，要不从最小的开始，分享一个暗恋别人的小故事。哦，就是我姐说的那个书呆子的那种，说我姐小时候在节目里说我喜欢书呆子。是那个在脸上的那个，是她以前她的同学。欧阳娜娜的男朋友是 Jasper 啊。我姐爆料说我喜欢书呆子，因为我喜欢上的一个男生是一个戴眼镜的，然后特别安静，我都喜欢安静的。我小的时候也喜欢安静的，现在特别后悔。你本来自己就不善表达，完了你再找个哑巴。何先生看了这个节目，真的不会痛哭流涕吗？拍摄爱情戏前会做心理预设吗？你应该问拍摄床戏之前也会做心理预设。床戏有什么可做准备的？我拍床戏在病床上，我一躺3天。病床上。但我说你那个特别厉害，就是一开始拍的进宫，然后晚上就拍的那个苦杏仁那场戏，是不是？你知不知道最后他吃苦杏仁的那段戏？还有一开始他刚入宫的戏，那是1天拍的，多牛啊！并没有，我要辟谣一下，不是是吗？不是。按理来讲，那第一场选秀它是日外嘛，就那么多人的大场面，他也不可能跟我一个日内的戏下在1天拍的。那个苦杏仁是真的有毒吗？就当时是那样子吗？这个很搞笑，这个要辟谣一下啊。首先呢，新鲜的苦杏仁真的是有毒的，吃多了以后就会窒息，这科学啊。他们就问我，那陶先生你在拍的时候你吃的为什么是美国大杏仁？是这样的，如果我要不吃美国大杏仁的话，我要吃苦杏仁的话，陶先生就挂了。起码要把那部戏先拍完的，对吧？我跟你们说一个好笑的好吗？好。有一次的时候，不是出席一个什么活动，然后台下就有人在那喊：“陶先，你是《甄嬛传》里面的演技担当。”我说：“嘘，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你这样会跟我招黑的。”我说：“我是《甄嬛传》里面的尺度担当。” 拍那个宝娟给安陵容抹那个舒痕胶，导演就给我清场，就其他机器固定在那就走了。拍完以后一出来，就是演苏培盛的那个李天柱老师，特别可爱。欣然，我刚刚在监视器那看到了你的苏肩。监视器那里好多人呐，就是清场吗？全都清到了监视器那里，看特写去了。而且他可能是几台机器一起拍，中景全景加特写，然后还有个摇移。太刺激了，还是直播呀，这可没听明白呀，还不如在现场。对，就是清场，清的监视器全是人哦。我还有一个要问的，你来这采访来了，我真好爱攒过了好多问题，我真的很喜欢。每次一到那个凌云峰和那个甘露寺的时候，就跳过，一键跳过，熹贵妃回宫。
孙俪的女儿看也跳过，是不是？他自己女儿看。而且我跟你讲，甘露寺梅霞，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是谁？不要过来！好笑。王爷，臣妾弄湿了丝袜，臣妾弄湿了丝袜。臣妾呢？是皇后，杀了皇后。皇上，人在后花园里，孙答应与那狂徒正在颠鸾倒凤。皇上，哇，是当我死了吗？不，五马分尸。好逗。我还有一个要问的，就是那个《甄嬛传》里面皇上，就是他很有威严，你们会逗他吗？平时？对，拿他找乐。哦，你们会逗他？就拿他找乐。他是真的嫌我们很烦，就10几个女人，然后在那个玩植物大战僵尸，然后他就想要看，发现没有人理他，然后他就只好默默地走了。然后就只要他不喊开机，我们就10几个女人同时在一个地方一起说话，你知道吗？他是怎样的？嬛嬛朕 emo 啦！然后他就进来了，好吵，他就出去了。有一次特逗，他说：“蒋欣，你生活中看上去挺小的，怎么扮上那么老啊？”蒋欣说：“为了配你呀。”拍那个嫔妃侍寝，因为那个是集中2天拍完的，你知道吗？他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他抬过来一个，然后抬过来一个，抬过来一个。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谁？”分享一个你看到自己最离谱的八卦，并澄清或者回应。有没有什么想澄清的姐？前段时间我不是发了一个今年过年我们家的全家福吗？发完之后他们就说，哎，这个照片上怎么没有朱丹？朱丹？哪一个是朱丹的妈妈或爸爸？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我跟朱丹是同父异母还是同母异父的关系？因为都是单字辈吗？不知道，因为我跟他关系还挺好的，我跟他真的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对。就是说我赚钱养全家。就说我家的那个经济来源全是来自于我。想什么呢？你姐比你更赚钱，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都要跟她磕头。不知道我膝盖这边。等会儿在你们那关摄像头之后，就马上可以了。我的膝盖。就他们觉得我姐是那种就坏姐姐，就是对我跟我妹都特别坏，就是差劲。因为她说我妹是叫讨人厌，因为我妹在我们家有一个绰号就叫讨人厌。然后他又叫我老衲，就意思就像老妹一样，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很老。然后网友就很多人就骂他，就意思就是说他怎么能黑我的家人。网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说他觉得没问题，我也没有觉得没问题，但是网友觉得有问题。他们都是活小兵。我觉得脑踢他。你这样可以吗？如果不做这一行的话，你们会做什么？如果不做这一行的话，我喜欢花嘛，我就开个花店。花店，每天插花，然后赔钱。因为花店特别难，我朋友开花店就说其实很难养花。我还真不知道我想干嘛，目前为止我没想过这个。那如一定要呢，让你现在今天就下班，明天改行。明天干嘛？明天改行。我得先赔钱吧。是不是啊？我得先把这个剧组啊，这个综艺钱都赔上的。聊聊大家最喜欢的爱情影视剧，《奋斗》。只要你允许我对你好，我就高兴；你要敢不允许，我就是不高兴。这就是我这个老姑娘的怪脾气。奋斗是很喜欢的，对，尤其里面的米莱，女主角演的真的很好。我喜欢我妹妹演的《北京爱情故事》，另外一部真的很支持我。我觉得《北爱》里面讲了很多段恋情，尤其我最喜欢就是老年人的那一段恋情。我以为你要说最年轻的。
对，老年人好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年人恋情啊。所以那你有没有希望 CP 刻到现实里？妹妹跟浩然是这么多年很好的朋友。对，那你讲的那么严肃，就感觉像你在隐瞒什么，没有，事实啊。很好的朋友。你语气突然有点慈祥了。就是荧幕上蛮配啊，就是很有 CP 感，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对，爱情片还是要有 CP 感，因为那也是他们两个第一部片嘛。妈妈会时刻关注你们的动态吗？会看网络舆论吗？我妈她看我们的视频，她可以刷10几遍。她没有公开的那种微博号，她就会给我们加油啊、转发呀什么的。不管谁喜不喜欢我女儿，我反正肯定要作为她的大粉丝。对。我妈真的很爱点赞，而且她的账号被人扒出来过，但是她还是会点，就她觉得没关系。反正她就点你好的嘛。对，她就点。我以为我妈应该不搜我的那个，结果她打开她的抖音吧，然后呢声音就出来了，王珞丹怎么，哇！王珞丹好美的精神抗压。娜娜，谁懂啊，家人们？看到和赵小棠吵架后的岳女士。我那会儿听你的时候，然后不是好多人会骂人嘛，然后什么的。我妈当时就是看舆论什么的，我妈边看边哭，说她为什么要骂我女儿。那其实就是我这几年我遇到很明确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没有作品，但是我需要转型。因为其实所有人的对我的认知就是爱豆啊，对，而且我觉得我的长相也不是说那种现在目前大众主流审美的长相。不要这么认为。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大众，没有什么都是小众。我觉得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独特的气息，那才是演员。千万不要听那些，我觉得。然后，而且呢，其实还有很多声音，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丑。对。我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当时有想过，我不想做演员了。就是被影响到。你喜欢演戏吗？喜欢。挺好的。我觉得你身上具备那种演员其实蛮宝贵的一个东西，就是真挚。是吗？当然，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演员是不太敢于去承认自己的。戏好遮百丑。这个倒是。你们拍好点，不要大正面给，稍微侧面仰角一点，把赵小棠这地方给我拍出来好吗？Yes。后来出来，我就也跟我妈讲，我说妈，其实有时候网络的舆论你少看一点吧，夸我的你就看，不夸我的我说你就跳过。对呀，一定是要选择性失聪的，选择就听不见，真的就是不要看。对，我们希望我们播出的时候遇到的任何流言蜚语，我们自己都可以很好的消化，好吗？好了，那我们就明天开心大理由啦！女儿们的茶话会结束啦。下午是去开车吗？应该是。走着。太棒了！也不要快！哇，好刺激！哇，带劲！大家下午经历了什么，都要开始换女儿了。反正我妈觉得跟我在一起够的。只要不是赵棠，谁都行。我看到他们两个人傻里呱唧那个样子，就哦，质疑妈妈，理解妈妈，成为妈妈。哦。如果有下辈子，我想成为你的爸爸。什么意思？本期的实验主题为妈妈的少女时代。傅娟女士、岳彩金、陶约蒂、谢红武女士准备重返你的少女时代。你怎么这么像我呀？太美了，这么像我的，像我年轻的时候。与妈妈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好奇提问。能成为你的好朋友吗？总共谈过几场恋爱？少女时代最叛逆的事情，叛逆的最厉害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在这边说吗？这么多机器，我就给你公开了吧。其实我男朋友就是，我还行。我这种其实多少也有你的基因，你承不承认？但是你是明目张胆的逃，我是偷着逃。我是绝对不会跟我妈做朋友的。
这段掐了啊，别放。如果人生重来一次，你还希望像这一生一样度过吗？不想改变了，改变了就会失去。来吧，拥抱你的少女时代。怎么回家不行？我怎么把她养大的？既然其实她是妈妈，也是女儿。丹姐，你是一个嘴巴很硬、心特别软的人。哎，大家怎么突然都在哭啊？大家好，我是杜素娟，欢迎来到母女关系探索中心。通过这次的节目呢，我们也看到在婚恋问题上，两代人的一个认知差异在哪里，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实，在中国的家庭当中，所有的年轻人其实都是渴望得到美好的爱情的，所有的父亲母亲也都是渴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和美好的婚姻的。为什么我们明明有着共同的目标，却会发生意见的冲突呢？那就是我们要知道，婚姻有两种功能。在经济水平不太高的时代，婚姻的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就是生存的一个功能。夫妻互相结成一个生存的一个共同体以后呢，把家庭变成了一个生存庇护所。那还有一个功能呢，是精神功能，提供情感满足和情绪的一个价值，它又是一个精神港湾。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对于婚姻的不积极，实际上是因为他对于婚姻的物质功能他不太感兴趣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他不需要婚姻，或者说婚姻不重要了。相反，我们说当下的社会当中生存竞争比较激烈，人的情绪呢普遍比较焦虑，其实婚姻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我们通过这一期我们也可以看到，欣然表现的就特别的明显。是否后悔走入婚姻？是 yes， 否 no， 都不后悔。欣然表现出对于婚姻的高度的认可和热爱，其实在这个热爱和认可背后，是他的婚姻给予了他精神价值的获得。何老师，对不起啦，你叫精神价值饱满的婚姻，甚至可以让下一代向往婚姻。比如说小唐，其实我觉得这种默默的守护在我心里特别爷们儿，这就是一个很真挚的一份爱。小唐目睹他的妈妈在婚姻当中精神是愉快的，精神是满足的，所以小唐才会说，我其实非常向往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分歧点在于两个角度的不同，即便母女之间对婚姻观念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认为代际之间的互相交流和互相理解，那就比较容易达成。今天的女儿们对于她们面对婚姻的谨慎、冷静和行为上的不积极，我觉得父母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和支持。不管她做了什么选择，我都要支持她。因为你要知道，这其实不是她的消极，它是另外一种性质上的积极。如果她能够达成，她的幸福会有更高的保障。就算她达成的晚一点、迟一点，我相信所有的妈妈就不必过于担忧。如果女儿们能够了解妈妈们对于婚姻的理解是从生存保障的层面来的，那么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妈妈的那一份焦虑，那么子女也就可以包容妈妈。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比如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矛盾最多的是落单家庭，落单和妈妈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看到落单他也已经一步一步地了解妈妈是为什么要催婚的了。我们也看到妈妈也已经说出了我可能愿意更多的来理解自己女儿的一个婚姻态度和恋爱态度。没必要，对，坚持自我啊。我们通过今天这个片段也看到年轻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该怎么样的正确的谈恋爱。其实恋爱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功能。第一件事情，我们谈恋爱是为了探索这个人。我们会看到妮妮在里面提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她说我是一个有分寸的恋爱脑，这句话我就特别的欣赏。有分寸的恋爱脑是什么呢？那就是当我陷入恋爱的时候，我要敢于投入，但我不脑补。脑补就是用想象
代替对对方的了解，选择不看见对方的缺点。我们在恋爱当中一定会遇到有分歧、有矛盾的地方，比如说性格啊、生活习惯，这些都是可以磨合的。但是三观不合是不能磨合的，那就是妮妮所说的有分寸。恋爱还有第二个功能，那就是恋爱也是关系模式的实验。那真正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恋爱关系，健康的恋爱关系，其实就是4个字：平等和独立。我们不但是我们在话语权，我们在人格的尊严上，我们是互相平等的，我们在付出上也是对等付出的。那所谓的独立呢，是指我们互相支持，但我们又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赋予对方自由的空间，赋予他个人的行为的选择的自由。最后，愿大家都能勇敢地面对恋爱的发生，理性看待婚姻的价值，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爱与被爱的命运礼物。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是女儿是妈妈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专家博主共同探讨原生母女代际关系。上微博搜索话题是女儿是妈妈，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动态日记。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澎湃新闻特别合作育儿网、妈妈网、美图秀秀讯飞输入法 YY 直播映客直播。